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在线求助：急！婚礼当天，丈夫死了，婆婆和小三一起打上门，怎么办？婚礼当天，我发现老公和我闺蜜暧昧不清，死渣男！老天爷怎么没劈死你？我话音刚落，天空一声巨响，一道雷劈下，看见罗长头发一根根朝天竖起，我吓得拔腿就跑。我发誓，大学体育考试800米冲刺，我都没有这个速度。轰隆隆，一道刺目的闪电闪过，罗长被雷劈了，在场的人都惊呆了，一动不敢动。我也傻眼了。罗长爸妈被儿子突如其来的雷劈吓傻了，他们尖叫着喊120，快叫救护车！医护人员很快到场，一通检查后宣告罗长当场死亡。罗长妈扑在儿子身上，哭得肝肠寸断。我看到我的10年好闺蜜苏若月一脸惊恐地躲在人群后，她时不时小心翼翼看天，像是生怕也被雷劈。我内心一阵发笑，她都有脸做亏心事，却没胆子面对。我还在幸灾乐祸，没成想下一秒火烧到了自己身上。罗长妈忽然停住哭声，抬头目视我，黝黑苍老的手哆哆嗦嗦地指着我，嘴唇发紫：“是你克死了我儿子，你就是个灾星、扫把星、烂贱货！”她怪叫一声，扭着肥胖的身子冲上来想打我，身边的亲戚赶忙拉着。我爸妈把我护在身后。亲家母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家儿子是被雷劈的，关我女儿什么事？罗长妈被人拉住2只胳膊，眼神里充满嫉恨。她疯了一样，扭曲满脸横肉，嘴里重复着：“你女儿就是灾星，灾星！我儿子是被你女儿克死的，为什么死的不是你女儿？老天爷呀！求求你再降下一道雷，把方池一起收走吧！我儿子一个人在地下得多难过呀！”罗长爸妈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声声泣血。在场的亲朋好友还真有人信这番鬼话，看我的眼神明显带着异样。我爸妈气得脸都白了，梗着脖子和罗长妈理论：“你别以为你们家刚没了儿子就可以随意欺负我女儿。”大家火眼金睛，根本不会相信你这些封建迷信。要说惨，我女儿刚结婚就没了丈夫，谁有她惨？该是你儿子连累了我女儿才对。面对众人复杂的目光，我知道该我出场了。我一只手拉开我爸妈，一只手按在藏在敬酒服里的录音笔上，捂着心口，眼眶通红，泪流满面。妈，我知道您一直都不喜欢我，您见地我一眼就我说我太漂亮，看着就不是个安分的，从来没给过我好脸色看。可是妈，做人要讲良心，这些年我对你和爸有多好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妈，你敢当着罗长遗体的面再说一遍这些话吗？我和罗长一起创业建立公司，您凭良心说，我要是克他，我们能办下那么大的公司？罗长妈能用舆论压我，我也能利用舆论搞他，不就是舆论卖惨？谁不会装饰的？罗长妈一噎，眼珠子瞥见旁人似乎挺认同我的话，她坚硬的不行，转而一下子坐在地上嗷嗷抹眼泪，样子可怜极了。人都是同情弱势的，刚刚还赞同我的人，顿时又偏向罗长妈。听见耳边传来的隐约指责声，我登时眼珠子一转，有了主意。打败魔法的最好方法，自然是用魔法打败魔法。我学罗长妈的样子，一下子瘫坐在地上，哭天喊地，抹眼泪。呜呜呜，我好惨呐！盼星星盼月亮，结束10年爱情长跑，好不容易等来婚礼，老公死了，伤心欲绝。婆婆还怪我克夫啊，谁有我惨啊？
我真是比孟姜女还冤啊！我一边哭一边喊，声音比罗长妈大，架势比罗长妈足。眼见周围的亲戚表情松动，我演得更加卖力。阿长，我的老公啊，我亲爱的老公，我要是真的克服，你就把我带走吧，省得我留在这世上被人不清不白的冤枉啊！你……罗长妈躺在地上，整张脸青白交加，指着我的食指哆哆嗦嗦，跟得了帕金森一样。她大约没想到我会学了她惯用的撒泼打滚法，还用得比她好。我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朝罗长妈露出一个得意挑衅的笑容，这下可不得了。罗长妈一下跟炸毛的猫一样跳起来，大喊大叫：你们别信这个小贱人，他刚刚还冲我笑，他是故意的，他根本一点都不伤心，说不定我儿子的死就是这个小贱人一手造成的。对，肯定是，报警，我要报警。我心里的笑容越扩越大。对，说得好，就这样接着闹。但我脸上没有露出丝毫异样，我眉头紧皱，眼含泪水，声音哽咽：妈，我知道你难过，没关系，只要你高兴，你说什么都好。呜！罗家的亲戚们都看不下去了，纷纷拉着罗长妈劝说：秀芬呐，人家迟迟已经够可怜了，你何必还要这样为难人家呢？是啊是啊，小姑娘实在太难了，出了这事谁都难过，你还是好好准备小长的后事吧。在众多亲戚的七嘴八舌劝说下，这场婚礼上的闹剧暂时落幕。但我知道罗长妈不会就这样结束的，我心里一清二楚，罗长妈这样做闹是为了什么？无外乎是公司股份。罗长妈一直坚定地认为公司都是她儿子一个人辛辛苦苦创建的。他对于我和罗长早早领证的事一直耿耿于怀，生怕我觊觎公司股份，拿了他们罗家的钱。可实际上呢，公司是我和罗长一起创立的，甚至我为公司做的比罗长做的多多了。我本可以拿70%的股份，但我为了照顾罗长男人的面子，只拿了50%股份，甚至还让他当总裁，我当副总裁。不然依着我和罗长对公司的贡献，他最多也就是个普通的项目部经理。迟，你看这个，我妈给我发来一条新闻热搜，我点进去一看，赫然是罗长妈对着媒体记者哭诉，说我没本事靠罗长养，说我克死了他儿子，还声情并茂地编排了我各种虚假黑料。媒体网络评论一片倒骂我是扫把星、白眼狼，不知好歹。公司股价都跟着下跌，股东们纷纷找上我，一脸担忧：副总裁，您看这。我看了看手里收集到的罗长妈造谣证据，示意股东们别慌，差不多是时候了。我一纸诉状直接将罗长妈送上法庭，并要求全程直播开庭。罗长妈想用舆论逼我下台，想独吞公司股份，也要问问法律同意不同意。大约是没想到我会把他们告上法庭。罗长妈进法庭的时候，脸都是绿的，她呲着满口黄牙的嘴，高声呼喊：冤枉！法官，我没造谣，我说的都是事实。我儿子就是被方池克死的。我方律师丝毫不慌，将我早就收集好的证据一条条呈给法官。对方多次恶意造谣，抹黑我方名誉，严重影响了我方正常生活，并对我方公司造成一定经济损失。综上所述，希望法官支持我方诉讼请求。罗长爸妈没念过书，平时在村里乡邻面前空口白牙惯了，从来没想过原来随口说的几句假话还能被告上法庭。什么经济损失？你胡说！我就说你几句坏话，想让公司股东们逼你下台。你这贱人怎么这样恶毒？
这种小事还闹到警局这里来。我嗤笑一声，怎么，妈你不知道吗？因为你在网上说的那些假话，公司股价下跌，这短短几日就已经亏了4-5千万。罗长妈眼珠子睁得老大，眼球凸起，声音里带着心痛。什么？亏了4-5千万？小轩他们也没跟我说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呀。小轩好像是罗长大姨家的儿子。我恍然大悟，我就说，以罗长妈那个脑子，想不出找媒体水军这种办法，用舆论逼迫我。原来这位才是幕后主使，瞧瞧人家多聪明，躲在罗长妈背后，动动嘴皮子出主意。要是真把我搞下台，罗家就只剩个脑瘫的大儿子，罗长爸妈又不会经营公司，到时候不就需要他们那些所谓的亲戚帮忙吗？要是不成，反正被起诉判刑的也不是他们，这可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。肃静！法官敲了敲锤子，制止大喊大叫的罗长妈。根据法规，被告捏造事实，对原告造成严重伤害，应处2年有期徒刑。一听要坐牢，罗长妈吓坏了，脸色青白交加，比死了好几天的死人脸还要白。却没想到台上法官话锋一转，但鉴于原告上诉要求，酌情判处被告免除2年有期徒刑。被告应补偿原告相应经济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。一听不用坐牢，罗长妈原本扭曲的脸立刻舒展开来，她甚至心情颇好的递给我一个算你识相的眼神。我勾了勾唇，回应罗长妈一个无懈可击的微笑。法官接着说话，所有损失总计6千万。被告，限你在今日内将应赔金额打给原告，否则原告撤销调解，你还是需要接受刑事处分。6千万！罗长妈尖叫出声，一口气没上来，差点没背过气去。我笑容灿烂，罗长爸妈不就是想从我这多要钱吗？那我就偏不如他们的愿。罗长的遗产前几天就已经划分好，按照遗产分配额划分，妻子得夫妻共同财产一半，剩下一半再平均分成3份，也就是我、罗长爸、罗长妈。由于婚礼当天罗长赠送10%股份给我，所以最终就是我得73%股份，罗长爸妈得27%。除了股份，其他罗长的房产资产也是一样划分。罗长爸妈这会子快心痛死了，刚拿到手的钱还没热乎，就被我生生咬下一口。我心里舒畅极了，总算为从前在罗长爸妈面前的忍气吞声出了口恶气。刚出法庭，罗长妈小跑上来拦住我，她一反常态，老脸上挤出一个笑容。迟迟，我听说你怀孕了，是小长的。哎呦，之前都是妈不好，妈年纪大了，你别怪妈，听话，你这段时间就不要去公司了，好好养胎。你放心，你只要把孩子生下来，之后的事你什么都不用操心，妈帮你带。我叹为观止，什么样品种的人能在刚和儿媳妇打完官司之后舔着脸说出这种话？我双手环抱，似笑非笑地看着罗长妈。是啊，我好好养胎，放手公司，把公司交给你们接手，然后1年后公司就成你们的了，是吗？你们这算盘打得我在太平洋都能听见呢。我要是真怀孕，信了他们的鬼话，那才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罗长妈脸上的笑容僵住，她偷偷瞄一眼罗长爸的眼色，接收到信号，一拍大腿，十分亲热地拉住我的手。你看你这孩子，是不是还记恨妈呢？爸妈哪能是那样的人啊？罗长妈假模假样地抹了抹不存在的眼泪。迟迟你和小长的感情那么好，现在他没了，
你肚子里是他唯一的骨血，你忍心让他绝后吗？我忍着恶心，使劲抽出手，后退2步，像躲什么脏东西一样。孩子，罗长妈连忙点头，是啊是啊，妈知道你婚礼那天跟小常说怀孕了。我漫不经心地拍拍手，哦，不好意思，孩子没了。其实我压根没怀孕。婚礼上发现罗长出轨，我故意用怀孕当理由拿到罗长10%的股份，可现在罗长人都没了，谁又会管这件事是真是假呢？什么？罗长妈发出刺耳粗糙的尖叫声，我捂了捂耳朵，没了，你打掉了我孙子，贱人，你凭什么这么做？那是我罗家的孩子，方池，你这是草菅人命，我要告你，赔钱，必须赔钱。你至少要赔我们罗家6000万，不，1个亿。看到罗长妈上蹿下跳的丑陋模样，我不禁替罗长感到悲哀。罗长爸妈生了2个儿子，大儿子生下来就是脑瘫，他们生老二就是为了以后有人照顾老大。因着这个原因，罗长从小都被要求让着哥哥，甚至在他死后，罗长尸骨未寒，他们就觊觎怀孕着的儿子遗孀财产，而这仅仅只是为了替他们生活不能自理的大儿子多要点钱。可惜罗长那么孝顺他爸妈，从前我和他爸妈闹矛盾，罗长从来都是坚定不移站在他爸妈那边。苏若月更是从罗长死后人影都没见到。我想，如果罗长在天有灵，他会不会后悔负了一颗真心待他的我？我忽然觉得没什么意思，不再理会吵闹的罗长妈，扔下一句你想告就告，看法官理不理你就走了。我等了好几天，罗长爸妈一点动静也没有，大概是上次吃了不懂法的亏，这次他们学聪明了，咨询了律师，知道这事告我也没用，这样也好，省得我多费点事。法庭的直播使得网上风向逆转，公司股价回升，我终于闲下来，有空解决苏若月。我整理罗长遗产的时候，发现原来他早在3、4年前就和苏若月搞到一起去了。他这几年陆陆续续赠送给苏若月许多东西，我看着过户协议冷笑，罗长啊罗长，你对别人可真大方，1000万的房子说送就送，到我这连结婚买个10万的婚戒你都嫌贵，就因为我有公司的股份，而你爸妈苏若月没有，所以你就心疼他们没钱。可是凭什么？公司是我和你一起创立的，股份是我应得的，他们付出了什么？这会儿我真觉得罗长就这么干脆的死了，真是太便宜他了，就该让他好好看看他捧在心尖上的人是怎么对他的。毕竟罗长爸妈可是连个像样点的葬礼都舍不得给他办，最后还是我出的钱。而苏若月作为罗长嘴里的小宝贝、小甜心，是压根整场葬礼从头到尾都没出现过。我拨打苏若月的电话，电话那头响了很久，刚接通，那边声音似乎带着点紧张。迟迟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漫不经心地问。有啊，若月，我家罗长送你的房子，你住的还好吗？苏若月声音一颤，接着像是想到什么，挺了挺，声音里底气十足。方池，房子是罗长送我的，又怎样？他现在写着我的名字，你别想把房子要回去，不可能，我是不会还给你的。我几乎是被气笑了，合着他也知道那是属于我的东西。我声音淡淡，苏若月，我给你1天时间，明天这个时间，如果你还没把房子还回来，就别怪我对付你。我等啊等，等了1天，别说房子，我连个苍蝇都没见到。很好，看来苏若月根本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苏若月，这是你逼我的，对付小三，
最杀人诛心的办法是什么呢？当然是把她当小三的事宣扬到人尽皆知，将小三的脸皮一点一点完全剥下来，露出里面发烂发臭的本质。我站在苏若月爸妈村庄门口，右手一挥，身后的工人立刻沿路绑起横幅，一直延伸到苏若月爸妈家里。横幅上赫然印着小三苏若月插足别人婚姻，私下偷走原配千万房产，天理难容。我还贴心配上照片，以供村里人观赏。村里好事人第一时间飞奔通知苏若月爸妈：苏老二，快出来！你们家闺女在外头做小三，让人原配找上门来了。那声音多少有些幸灾乐祸。我坐在村口大榕树底下，无视周围人探索的目光。苏若月爸妈很快出来，他们脸上表情复杂，羞愧、愤怒、伤心，诸多情感杂糅在一起。两人打从心底里不敢相信一向乖巧的女儿会去做那等不要脸的事，可一路走来，横幅上的照片证据确凿，他们不得不信。两人眼眶泛红，看向我，嘴唇颤抖。我对苏若月爸妈其实还算感官好，从前大学时去过一次苏若月家玩耍，那时苏爸苏妈还热情地给我拿水果零食吃。当时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苏若月会出轨罗长。想到这里，我率先开口：苏叔、苏姨，不是我不念旧情，实在是苏若月冥顽不灵。我把和苏若月的电话录音当众播放，我只想要回属于我的东西。苏若月爸妈双手掩面，年过半百的两个老人声音颤抖：小池，对不起。叮铃铃，我低头一看，是苏若月的电话。方池，你疯了吗？我们俩的事，你为什么闹到我家里去？你这样让我爸妈怎么在村里做人？孽障！你住嘴！不等我开口，苏若月爸对着电话怒吼一声：这个逆女，她还知道她做的事是见不得人的事。电话那头苏若月明显慌了：爸，你听我解释，逆女，你现在就把小池的房子还给他，然后回来给小池当面道歉。苏若月声音一顿，支支吾吾的：房子，我卖了。我眉头一挑，动作这么快，卖房子的钱呢？拿出来。这话是苏若月爸说的。电话那头苏若月哭了出来：我全部用来买奢侈品做美容，花光了。我亲眼看着苏若月爸脸色刷一下变白，苏若月妈更是气得直接晕了过去。这边鸡飞狗跳，电话那头苏若月声音急促：方池，你别搞我爸妈，我会还你钱的，我真的会还的。我想到办法了，你再给我几天时间。我有点好奇，苏若月这口气像是她已经有万无一失的办法来还钱，但她哪来的钱呢？我怎么也没想到苏若月的办法竟然是让罗长爸妈替她还债。看着银行卡到账信息，这会儿我确实抓心挠肝，他是怎么做到让一心捞钱的吝啬鬼老两口舍得出血的？没想到很快我就知道了。这天我收到法院传票，上面说罗长爸妈和苏若月一起起诉我对罗长遗产划分不合理。这几个人又搞什么幺蛾子？直到开庭，苏若月跟着罗长爸妈一起出现，态度亲昵，好比亲生女儿。她挺了挺尚显平坦的肚子，颇有些耀武扬威。罗长妈满脸得意，伸手摸摸苏若月肚子：方池，你不给我儿子生孩子，有的是人给他生。月之前和小常在一起，她怀的也是小常的孩子。我一个没忍住，笑喷了。罗长妈立刻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。我正襟危坐，努力保持正经的表情，可嘴角还是忍不住微微上扬。苏若月怀孕，
真是有趣啊！哦，所以你们想要重新分割遗产？没错，月月肚子里的孩子自然应当分到一份遗产，还有先前小常给你的10%股份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那也是给孩子的，你识相的，趁早交出来，省得麻烦法官。我双手交叠放在被告席上，一脸严肃。所以你们咨询律师了吗？罗长妈估计以为我害怕了，她一手叉腰，一手指着我，说话间后嘴唇里喷出唾沫。这种事还用费那冤枉钱咨询律师？我儿子的种拿我儿子的遗产，天经地义。哦，懂了，也就是这3个法盲自以为是的起诉我。开庭后，罗长妈和苏若月争先恐后陈述：法官，我们请求方池将属于我孙子孩子的20%股份以及1/3其他资产立刻归还。我的律师还是之前的律师，他轻车熟路。请问原告有亲子鉴定吗？如果没有，那么你们不能证明苏小姐肚子里的孩子与罗先生是亲父子关系，你们是没有资格要求分割遗产的。听见亲子鉴定，苏若月脸色不太好看，似乎相当忐忑。罗长妈没注意到，她光顾着和律师吵架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月月说了，他前2个月和我儿子就有了，这就是我孙子。我孙子没资格继承我儿子的遗产，难道你有？呸！我知道一定是方池这个贱人给你钱让你乱说，你个丧良心的！我方律师是个内心强大的老手，他保持得体的微笑，免费给对面3人普法一波。鉴于罗长先生已经逝世，你们又没有亲子鉴定，所以苏小姐肚子里的孩子和罗长先生是不存在法律上的关系的。既然没有法律关系，那么原告所提出的重新划分遗产之事更是无稽之谈。法官点头表示同意。听到这里，罗长爸妈、苏若月3人脸色都不太好，任谁忙活了半天，竹篮打水一场空，都高兴不到哪儿去。可我这人偏偏就喜欢在别人伤口上撒盐。我坐直身子，拿出一张体检单。罗长爸妈，你们2老应该不知道，你们儿子是不育症吧？就是不孕不育。我咧开嘴，眼睛弯成月牙。前年我和罗长备孕1年都没怀孕，我就去检查过自己身体，医生说我身体很好。我劝罗长去检查，他十分肯定地说自己肯定没问题。我没办法，于是我只得偷偷弄了他的送去检查。果然，检查结果出来是无精症。为了照顾他的面子，我一直都没告诉他。罗长爸妈愣了好一会儿，不孕不育，那苏若月肚子里的孩子，贱人！罗长妈反应过来，一巴掌甩在苏若月脸上。你敢骗我们？苏若月岂是任人打骂的性子？她尖叫着和罗长妈扭打在一起。2人被法庭上的武警拉开的时候，一个扯着对方头发，一个掰着对方嘴巴。够了！一直沉默的罗长爸低声怒斥，他漆黑浑浊的双眼悠悠看向我，说出的话一针见血。方池，既然小常不孕不育，那你之前的孩子是哪儿来的？罗长妈也反应过来，对呀，你这贱人还拿了属于我孙子的10%股份以及其他的财产。罗长妈张牙舞爪地想冲过来打我，奈何原告席被告席离得远，她打不到我。法官，我要举报方池故意欺骗我们，多分了遗产。法官看热闹不嫌事大，谟地被点名，转头看向我。我早就想好说辞，什么孩子？那10%股份是罗长自愿赠送给我的，关孩子什么事？我把过户协议呈给法官，不信请检查，上面写的就是我的名字，而不是孩子。
婚礼发现罗长和苏若月暧昧后，我骗罗长转让股份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会有这一天，所以当时我特意找理由让罗长写的我名字。法官审阅过后，点点头。罗长爸脸瞬间黑了下来，我欢快地吹了个口哨，挑衅意味十足。这件事过后，我时不时听说罗长爸妈冲到苏若月家里去要债的消息。罗长爸妈本来指着借苏若月肚里的孩子再分走一部分遗产，可惜苏若月不争气，骗了他们，白白损失1000多万。罗长爸妈怎么可能咽下这口气？罗长爸妈可不像我那么仁慈。我听说苏若月被罗长爸妈折腾得快疯了。想想也是，罗长妈自从拿到巨额遗产后就飘了，村里人恭维几句，随手一撒就是几十万，加上之前赔给我的和替苏若月还的，估计他们手里那点遗产只剩下1/3不到。不过罗长爸妈再怎么样也不关我的事了。我想，只要他们以后不再到我面前犯贱，那就这样相安无事也好。哪怕罗长爸妈手里只剩1/3遗产，只要不乱花，后半辈子也照样可以过得滋润。可我没想到我放过他们，他们却不想放过我。这天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被捆住双手双脚，绑在罗长爸妈家的地下室里。我很确信，因为罗长以前曾带我来过这个地下室。他说他哥哥是个脑瘫，附近没有女孩子愿意嫁给他哥哥，于是他妈从偏远山区里买了一个女孩做儿媳妇。那个女孩不是自愿的，她被家里人卖过来的时候想跑。罗长妈打过女孩几次之后，发现女孩还是想跑，索性把她锁在这个原本储存东西的地下室。那时罗长指着地下室一张简陋的床说，我妈就把她锁在那儿。我当时觉得不寒而栗。后来呢？那个女孩现在在哪儿？死了呗。她不吃不喝，我妈给她打葡萄糖都没用。其实她也真傻，她嫁过来，除了我哥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她照顾以外，我家哪点不比她以前住的猪棚好？吃穿不愁，又不用她起早贪黑干农活。罗长的口气像是讨论一条不听话的狗，漫不经心。我记得我当时十分生气地质问他，你就没觉得你爸妈做的不对吗？罗长和我大吵了一架，那也是我们谈恋爱7年第一次吵架。我很想分手，又舍不得7年的感情，加上罗长跟我道歉，这事便也不了了之。我目光扫过手腕上的铁链，嘴角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。这就是报应吗？醒了，罗长爸低沉的声音响起。我抬头，毫不避讳直视这个看着忠厚老实的男人。是罗轩让你们绑架我的。罗长爸一愣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嗤笑一声，他是不是还告诉你，只要你们绑架我，我就会把钱全给你们，或者再干脆点让你们直接把我杀了？罗长爸额头渗出一滴冷汗，磕磕巴巴地说，你闭嘴。没错，只要你把你手里的股份都交出来，我就放了你。怎么样？我毫不示弱。那我又怎么知道我把股份给你了，你会不会放了我？依着这家人的人品，指不定卸磨杀驴。罗长爸像是被猜透心声，有些恼羞成怒。方池，你是不是没搞清楚自己的情况？你现在是砧板上的鱼，没资格讨价还价。我据理力争，和罗长爸你一句我一句来回拉扯，最后罗长爸啪的一下推倒凳子，空旷的地下室回荡清脆的回音。哼，你就犟吧，我看你过几天还有没有力气犟。地下室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紧绷的心如同断了的弦，这才发现后背惊出一片冷汗，黏腻潮湿。我赌对了，我在赌罗长爸是个外强中干的，
我这般强势，他一时半会儿不会拿我怎么样。若是我吓得要死，哭着求他们，或许罗长爸妈反而猖狂。黑暗的地下室里，我低下头，幸好脖子上的项链还在。我脖子上的项链和耳朵上的耳钉都安了微型定位器。说到这个，还要感谢他们的好儿子罗长。以前创立公司的时候，我们俩经常分开出差，罗长偷偷给我的手机里安上定位器，美名其曰担心我，害怕我遇到风险，其实就是怕我一个人在外面出轨。可有一次我谈业务，跟客户喝酒，不小心被客户下药，是罗长跟着定位器找到我，把我带了回去。自那之后，我不再抗拒定位器，甚至怕手机丢了，主动在项链、耳环里安装定位器。后来罗长没了，这个习惯我也一直保留着。这一刻，我无比庆幸我曾经的做法。罗长爸妈真像他们说的那样，一连2天不给我饭吃，我饿得头晕眼花，看东西都出现重影。方池，看看这是什么？想不想吃？罗长爸妈端着一盘香气诱人的烤鸭，只要你同意把股份交出来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给你吃。我咽下疯狂分泌的口水，死命咬唇，嘴里的腥味使我清醒了点。坚持住，等等，再等等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失去意识，再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。是我的秘书小兰带着警方冲到罗长爸妈家里，抓了个人赃并获。小兰跟了我2年，知道一些我和罗长的事。她咬牙切齿：池姐，你不知道，那对恶心的父母还用你的手机发信息请假，假装你生病了。幸好池姐你之前叫我去你家拿文件，我看见了你电脑桌上的定位页面，于是立刻报警，这才侥幸救下你。我嗓音干涩：罗长爸妈呢？小兰递给我一杯水，他们被警方抓去拘留了。警方说等你醒了再开庭给他们判刑。我放下心来，被抓了就好。休养了3天，我被警方喊去做人证。警局，罗长爸妈一人一个手铐，坐在审讯室的椅子上，2人神色颓然，见到我目光中又带着点希冀。方小姐，他们说是跟你闹着玩，你怎么说？对对，罗长爸妈疯狂点头。迟迟，你想想小长，他在天之灵，要是知道你把我们送进牢里，他下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我气急反笑，闹着玩，我也把你们俩绑起来关个几天，不给饭吃，玩一玩怎么样？还有，别跟我提罗长，你儿子出轨，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说完，我不顾罗长爸妈愤恨的目光，跟警官说起整件事的经过。对了，警官，我要举报罗长爸妈买卖人口。警官的脸色立刻从严肃变得相当严肃。也对，这2人从绑架罪变成绑架、买卖人口，甚至涉嫌虐杀，多罪集于一身。最终，罗长爸妈被判处无期徒刑。他们进监狱的第1天，我去探监，隔着防爆玻璃，我拿起电话，问出盘旋在心里的疑惑：你们手里罗长的遗产够你们和你大儿子用后半辈子，你们为什么非要绑我拿股份？要那么多钱做什么？罗长爸妈低垂着头，脸上罕见地露出骨肉亲情之味。我们听说国外有治疗脑瘫的，费用很高，手里钱不够。方池，你看我们也遭了报应，以后我们余生都要在牢里度过。我大儿子他不能没人照顾，能不能求你？我笑了。罗长爸妈眼里亮起光芒。不能。我挂断电话，隔音的玻璃吞没了身后满嘴的脏话。走出监狱，我直奔罗长墓地，把刚刚得知的消息告诉他。罗长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爸妈是真爱你哥哥呀，为了你哥哥
都把自己送到牢里去了。嘿，只要一想到地下的罗长得知这个消息，痛苦不堪，我就开心得很。出了墓园，温暖的阳光洒在路面上。作为一个拥有亿万遗产的小富婆，我要去过我潇洒的日子了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我被前任公婆告上法庭，他们说我那渣男老公的三儿有了他儿子，应该得到渣男的遗产。我冷笑，拿出证明他们关系的证据，遗产奉上。哼！渣男意外去世后，我第一时间给他来了丧葬服务一条龙，现在早就是一堆灰了。渣男老公去世后1个月，我的生活基本恢复了正常。6点回家，发现沙发上坐着一个长相普通但身材丰满的女人，这是住在我楼下的女邻居周姨，也是我那渣男老公生前出轨的对象。看见她，我气得直发抖，指着她吼着：“你在我家干嘛？滚出去！”周姨看见我，立马起身，笑呵呵地向我走来：“韩姐，我今天来可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”就在她的手要碰上我衣服的时候，我避开了：“拿开你的脏手，别碰我，滚出我家！”想起我这段时间经历的事，看见她我就来气，越想越气，我推着她往外走，滚出我家。婆婆端着一盘大又红的车厘子从厨房出来，看见这一幕，盘子一扔，急忙向我们冲来，嘴里大喊：“放开她！”我以为婆婆是来帮我的，谁知她直接冲我撞来，我毫无防备，被撞得后退了几步，腰重重撞在了鞋柜上。婆婆拉着周姨打量，焦急地询问：“小周，你没事吧？”随即用吃人的眼神瞪了我一眼：“韩曼曼，你要是伤到了小周，看我不打死你！”伯母，我没事。我眼睛瞪得溜圆，打量着眼前的2人。婆婆不会撞邪了吧？她今早还在咒骂周姨，说她害死了渣男老公。1个月前，我的老公，也就是他的儿子罗辉旭意外死亡了。罗辉旭管不住下身的2两肉，和刚搬到楼下的周姨搞上了，在客厅就上演了一出《速度与激情》。事后，罗辉旭踩到了地上的水渍，滑倒摔死了。客厅的监控记录了这一切，整个小区都传疯了，业主群内消息分分钟99加。我出个门，小区里的人都对我指指点点。得知是周姨间接害死了罗辉旭，公婆2人恨不得撕了他，天天堵在周姨家门口大骂，咒他不得好死。婆婆更是泼了他一身屎尿，2人现在又好得跟亲生母女似的，是闹哪样？妈，你还知道他是谁吗？婆婆白了我一眼，又用溺死人语气说道：“她可是我大胖孙子的妈妈。”周姨仰头冲我得意一笑，还不忘抚摸一下平坦的肚子。我怀孕了，是辉旭的，我找医院验过血了，是个男孩。婆婆也高兴地盯着她肚子，肯定是辉旭不忍我们罗家绝后，才送来了这个孩子。我气急反笑：“妈，你怎么知道周姨不是骗你的？隔着肚皮你就能知道是个儿子？你可比 B 超还厉害！”婆婆不高兴了：“我昨晚梦见一个大胖小子叫我奶奶，今天周姨就找上门了。你看他这大屁股，怀的准是儿子，不会有错。”我正要反驳，门锁转动的声音打断了我。我扭头一看，公公提着一大堆东西回来了，随意一扫，鸡鸭鱼肉俱全。我一个大活人站在他面前，他当没看见，拎着东西越过我和后面人打招呼：“小周怎么站着？快去做！”我马上去做饭。谢谢叔叔，真是辛苦您了。不苦不苦，只要你把我大孙子好好生下来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你把楼下房子退了，搬上来住，我们也好照顾你。好啊，好个锤子！我心念一转，
很是愤怒地反对：“我不同意，这个家有我没他，有他没我。”三个人齐刷刷地盯着我。周姨摇摇头，叹口气：“算了，韩姐姐不欢迎我，我马上去医院把这个男孩打掉，并作势要走。”我冷笑：“大晚上的，又没预约，去哪做手术？还特意强调男孩，查得明明白白。这招虽查，却好用。”果然，婆婆急了，拉着周姨紧张道：“这房子是我们老两口的，她说了不算。我的家，想让谁住就让谁住。”公公也怒冲冲地对我：“韩曼曼，该滚的人是你，你没本事给我们老罗家生个男孩，还不准别人生了。”听到这话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平静如水，甚至还有点窃喜。不过，我面上还是一副愤怒的样子，冷笑着回道：“好，我走，祝你们二老得偿所愿。”处理完渣男的事，我就想走了。是他们一直道德绑架我，求着我，对着我软硬兼施，让我无法脱离这个泥潭。我没办法，只能把女儿放在娘家，自己搬过来。我倒要感谢周姨，不是她这么一闹，我还没办法离开这个恶心的地方。收拾完行李，我径直离开了，一刻也不想多待。再见，不，还是再也不要见了。我搬到了父母家，开始了新生活。本以为不会再和他们见面，可没想再一次见面是在警察局。2个星期后，正在休假的我被2个警察找上门了。有人控诉你私吞遗产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我愣住，下意识辩解：“警官，我一直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没做过违法的事。”警官面无表情：“到警局再说吧。”自己回忆了最近的事，逐渐平静下来。也许是直觉，我把自己和女儿所有的财产文件都放到文件袋里，接着拿上文件袋，就坐上了警车。到了警局，看到了2个熟悉的人：渣男父母，我的公婆。我陡然放宽了心。婆婆见我就冲我扑来：“韩曼曼，你个小贱人，私吞我儿子的保险赔偿金，还隐瞒了夫妻共同财产。要不是小周说起，我们压根不知道。”尖利的指甲朝着我的脸一点点靠近，我急忙躲在警察背后：“妈，保险受益人只有我，和你们没关系。隐瞒夫妻共同财产，这从何说起呀？罗辉旭生前买了一份意外保险，受益人是我。出事当天，我就给保险公司打了电话，保险公司的人来得很快。经过调查取证，得出罗辉旭死亡是个意外。按照保险合同，我将得到一笔不少的赔偿金。果然，10个工作日后，我的农行卡上到账了140万赔偿金。这事和公婆没有任何关系，我当然不会对公婆多嘴。现在他们这么笃定，看来罗辉旭把保险的事情告诉周姨了。警察拦住了婆婆，可她不死心，就是想挠我。我们2人上演了一出老鹰捉小鸡。最后，婆婆是被其他警察强制拉开的，因为她把警察脸抓破了。我捂着嘴，夸张地看着一脸不忿的婆婆：“妈，你这可是袭警罪，要坐牢的。”听到要坐牢，婆婆慌了，急忙道歉：“警察同志，对不住了，我不是故意抓伤你的。”话音未落，又恶狠狠地向我冲来：“韩曼曼，都是你个小贱人害我，我打死你！我怎么可能让他打我？”又玩起了老鹰捉小鸡。警官，救命啊！恶婆婆要打死人了，快把她抓起来！啊！我好怕。一个年轻男警察拉住了婆婆，厉声喝道：“打人是犯法的！”又用一言难尽的眼神看了我一眼：“别叫了。”我被带到了询问室，问话人员面无表情：“你公公婆婆说你私吞你老公的保险赔偿金，还隐瞒夫妻共同财产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”
我一脸无辜。警察同志，没私吞，保单受益人只有我。至于说隐瞒财产，我也不知道自己隐瞒了什么，我确实整迷糊了。我隐瞒了啥财产呢？市中心滨湖国际一栋1单元801房是怎么回事？听到这话，我瞬间了然。警官，那房子是我老公生前买来送给我们孩子的，当时还签了赠与合同的。我生女儿的时候，因为婆婆不同意剖腹产，受了大罪，丢了半条命才生下女儿。孩子出生后，公婆又嫌弃是个女儿，看都不看一眼，掉头就回家了。出了院，我心灰意冷要离婚，罗辉旭这才跪地求我原谅。我父母俱在，在一个健全的家庭里长大，但我见过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，知道他们的苦，自然不愿意让女儿也经历这种事情。加上父母劝解，我最终还是妥协，选择了原谅。那段时间，罗辉旭表现很好，为了让我安心，表示自己跟父母不一样。我刚出月子，他就拿出所有积蓄，买了套房子送给女儿，证明他不重男轻女。我打开文件袋，拿出保险合同、房产赠与合同，以及写有我女儿一个人名字的房产证，递给警察。几分钟后，警察把罗辉旭的父母叫进来了。婆婆急切地询问：“警察同志，查清楚了吧？他侵吞补赔偿金，隐瞒财产可是犯罪的，快把他抓起来！”说到最后，婆婆看着我得意地笑了，好像我真的马上就要被抓起来一样。老年人太兴奋不好，容易得脑出血，一个抢救不及时，不就得成一堆灰？我可是个有孝心的好儿媳，得给他浇浇火。妈，我可没做违法犯罪的事。婆婆不可置信地看了一眼问话的警察，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点头。我话锋一转，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：“倒是你故意诬陷我，犯了诽谤罪，得吃几天牢饭了，估计是希望破灭。”又听到我说要吃牢饭，婆婆白眼一翻，眼看就要昏倒。我继续胡说八道：“妈，你要是敢在警局晕倒，就是碰瓷，罪加一等。”婆婆两个白眼要翻不翻的，提着一口气，硬是不敢晕。警察无奈地看着我，我讨好地笑了笑，不再说话。公婆被警察教育了一顿，互相搀扶着出了警局。才出门，不知道躲在何处的周姨窜了出来：“妈，怎么样？钱和房子要回来了吗？”嘿，居然叫上妈了！我看着一言不发的公婆，好心地替他们开了口：“不好意思，钱是我的，房子是我女儿的，至于你，有多远滚多远吧。”周姨一脸扭曲地看着我，我回她一个灿烂的笑容。周姨一脸严肃地对着站在一旁灰头土脸的公婆说道：“我没房没工作没存款，养活不了你们的大孙子，我立马就去医院把孩子打掉。”说完，作势招手打车。婆婆跳起来抓住了周姨的手：“小周，钱的事你不用担心，我每个月给你3000零用钱，等你把我大孙子生下来，我立马给你买一套房。”听到婆婆说这话，我实在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这老俩口手里压根没钱，要不也不能道德绑架我，求着我让我给他们养老。他们现在唯一的积蓄就是罗辉旭死后分的10万来块钱，以及现在他们居住的一套老房子。这么说，不过就是给周姨画大饼，让她生下孩子。公公也在装逼，只要你能给我生个大孙子，钱不是事。我可是一个有孝心的儿媳妇，两位老人不仁，我可不能不义，当然要满足他们的愿望，帮他们留下周姨。我热情地拉着周姨的手：“你也别担心，妈她最会照顾孕妇了。想当年我怀孕的时候，妈为了照顾我，弄了不少好东西给我补身体，
什么燕窝呀，海参啊，还有那什么花椒，什么好吃什么，你也别不好意思，想吃什么大胆提，爸妈他们肯定会满足你的，是吧？爸妈，我戏谑地看着公婆，同时周姨也满含期待望着公婆。公公不当家，不知道这些玩意儿有多贵，大手一挥，特别豪气，只要对我孙子好，买。婆婆脸气得都黑了，狠狠瞪了我一眼，才对着周姨满脸堆笑。买！我趁机拿出名片塞给周姨，妹妹，我们公司就有卖的，进口的，品质绝对有保证。又给她科普燕窝、海参、花椒怎么样辨别真假，什么样的才算是品质好。临了，我笑盈盈地对周姨开口：妹妹，你每次一定要检查一下买回家的补品，还要查验一下票据，看看是不是正品好货。我别有深意地看了一眼婆婆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怕老年人上当受骗，买到假货、便宜货，以假冒真，以次充好。周姨若有所思地看了眼婆婆，点了点头。我笑着上车离开，留给他们一地尾气。燕窝、花椒、海参换着花样吃，这10万块钱够造多久啊？这样既能恶心教训公婆，还能增加业绩提成，我可真是一个小机灵鬼。刚到家，我就接到了处理罗辉旭遗产分配律师的电话。韩曼曼女士，您的公婆对于您丈夫罗辉旭先生的遗产分割问题提出异议，他们坚持周姨女士肚子里的孩子也应该参与遗产的分配。目前周姨女士已对您提起上诉，届时请您准时出庭。哦吼，太棒了，又一笔律师费该填进去了，我一定准时出庭。开庭当天，我按时到达。此时周姨整个人白白胖胖，和之前相比简直胖若两人。她摸着不知是肥肉还是孩子的大肚子，说道：我肚子里的孩子是罗辉旭的，遗产也得分他一份。我冲他笑笑，并伸出手：我怎么知道你说的不是假话？证据呢？比如亲子鉴定报告，只要有报告，我1分钱都不会少你。周姨气得青筋暴起，冲我大吼，唾沫星子都飞出来了。罗辉旭都成灰了，我拿什么去做鉴定报告？的确，出事当天我嫌丢人，没等在外省旅游的公婆赶回来，就拿着死亡证明到派出所注销户口，把他拉到火葬场火化了。事后公婆虽然责骂了我一顿，可烧都烧了，也只能作罢。现在想来，我当时做的决定可真是太对了。要是等公婆回来再处理罗辉旭的遗体，肯定得土葬，说不定现在他们还会要求开棺取头发，做个检查呢。我掏了掏耳朵，淡定说道：哦，原来你没有证据啊。接着我话锋一转：那你有什么资格问我要钱？凭你脸比我大吗？我对着庭上的法官询问。法官，他没有证据，这起诉还能上算吗？法官皱皱眉头，原告周姨，没有证据起诉就是胡闹，这里是能胡乱开玩笑的地方吗？周姨急了：法官，我还有其他证据。她看向一旁的公婆，婆婆大声说道：我能证明周姨肚子里的孩子是我儿子罗辉旭的。我无奈了：妈，你咋证明？就靠你那2嘴皮子上下一碰？别逗了，法官需要的是具有法律效应的亲子鉴定报告。公公急得拍桌子：不就是报告吗？我也可以做。我无奈地看着公公：爸，亲子鉴定是老子和儿女，你做鉴定是怎么回事？我一下子想到了什么，不敢置信地指着公公和周姨：爸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玩得这么花，你对得起妈吗？我知道公公什么意思，可我就是要故意曲解他的话，给他找点麻烦。
果然，我那只有小学毕业文凭的婆婆听到我的话，不淡定了，拉着公公就是一顿输出。你个老不死的，居然敢做对不起我的事，我打死你！公公疼了，忍不住反手给了我婆婆一个大嘴瓜子。你想什么呢？周姨更是急忙撇清。哦，我怎么可能看上一个糟老头子？法官直接敲了一下桌子，肃静。闹剧平息下来，看着公公脸上的抓痕，婆婆脸上的红印，我不由得吸了一口冷气。真疼，真狠，打得可真好，看得我欲罢不能。法官看着周姨，拿不出证据证明孩子是罗辉旭的，起诉无效。周姨急得直跺脚，公婆也急得不行。下一秒，婆婆直接跪在地上，冲我哭诉：“曼曼，我知道辉旭对不住你，可孩子是无辜的。你忍心让辉旭的儿子一出生就没钱没爸爸吗？”我叹了口气，那孩子也太可怜了吧。周姨、公婆三人期待地看着我，只要我承认孩子是罗辉旭的，他就可以分钱。可我凭什么要让一个私生子分遗产？我话锋一转，他可怜关我屁事，我只求我的孩子不可怜就行了。三人忍不住想冲上来打我，可法警也不是吃素的，拦住了他们。临走时，我放下一句话：罗旭辉已经死了，我和珍珍跟你们罗家没有任何关系。再敢上门骚扰，我就报警抓你们。珍珍是我与罗辉旭的女儿，今年2岁半。公婆一向不喜欢她，他们思想传统，重男轻女，又有些迷信。2年半前，我发动要生了，到了医院胎位不正，加上羊水破裂，需要立马剖腹产。可婆婆非说顺产的孩子才聪明，拉着罗辉旭不准签字。她还说自己以前给家里老母猪做过胎位矫正，有经验，要不是医生极力反对制止，她就要直接对我肚子上手了。当时我躺在病床上，疼得死去活来，完全没有力气说话，只能任他们为所欲为。不管医生怎么强调情况危急，罗辉旭就是不签字。还是我父母赶到，我爸打了他一巴掌，最后才签字做了手术。得知是个女儿，公婆立马走人，还把提来的水果牛奶都拿走了。罗辉旭也借口要上班，把我和孩子扔在了医院。出院后，我直接回了娘家，女儿随了我的姓，上在我的户口上。这2年多来，公婆就没有带过女儿，全是我父母在带。我第一次要离婚的时候，罗旭辉为了哄我，也因为自己理亏，咬着牙拿出全部的积蓄给女儿买了套房。那时候我跟爸妈都以为他变好了，可惜好景不长，在公婆的影响下，罗辉旭对女儿越来越不好，动不动就吼骂孩子，说他是个赔钱货。女儿对他也没有感情。周姨不是会委屈自己的人，她勾搭罗旭辉之后，根本没想过隐藏，我很快就知道了。我正准备收集证据和他离婚，他就嗝屁了。现在罗辉旭死了，我才是最有资格抚养孩子的人。解决完这出闹剧，我决定好好陪一下家人。周末我带着父母女儿去逛动物园，父母牵着稚嫩的女儿走在前面，给她介绍动物。女儿十分配合地发出一阵阵“哇”的惊呼。我在后面看见这一幕，只觉得现实安稳，非常满足。曼曼，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吧？一道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忽然从身后传来，声音中夹杂着些许的清冷。我猛地转身，身后是一个穿着黑色呢子大衣的成熟帅气男人，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一样砸在衣服上。我怎么也想不到会在这儿见到他，萧泽轩，我大学时候暗恋、表白却被拒绝的对象。我们俩四目相对，好几次我想开口，
可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明明四周都是喧闹的人群，可我觉得整个世界只剩下我和他了。时隔多年，早已物是人非。我有了女儿，而他想必也该有了珍惜的家人。妈妈，妈妈！一道奶声奶气的呼唤声打破了这出假象。我急忙扭头答应：“哎，宝贝，妈妈在呢。”父母抱着女儿在前面3步远的地方，不解地看着停滞不前的我。我挥手示意没事，又挤出一个笑容转身。萧泽轩，好久不见，我父母和孩子在等我，你也快去找你的家人吧。再见。转身的瞬间，只余下满脸的落寞。我快步走上前，没想到萧泽轩也跟了上来，轻声说：“被某个人抛下。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单身狗，哪能找到跟我一起来游乐园的家人？”说完，他跟我爸妈打招呼：“叔叔、阿姨，你们好，我是曼曼的大学同学，小宝贝，你好，叔叔想抱一下你，可以吗？”可能是罗辉旭在我没看见的时候吼骂女儿，女儿对成年男性特别害怕、抗拒。我已经做好了他拒绝萧泽轩的准备，谁知他竟然破天荒地主动伸手要萧泽轩抱。叔叔带你去看狮子，好不好？好。不等我拒绝，萧泽轩已经抱起我女儿往前走了。我急忙追上去。珍珍，来妈妈抱，叔叔还有事要忙。不要，叔叔抱。女儿第一次拒绝我的怀抱，还把头埋在萧泽轩肩膀上。叔叔没事，我可以一直陪你玩。走喽。萧泽轩把珍珍扛在了肩上，女儿在他肩膀上传来了一串银铃般的笑声。只看背影，他们似乎真的是一对亲父女。曾经的我也幻想过这一幕，可是一切都只是幻想。玩了半个多小时，我妈接过了女儿，谁知她竟然对着萧泽轩叫了一声“爸爸”。我尴尬地对女儿说：“珍珍，叫叔叔，他不是你爸爸。”萧泽轩面带微笑地拉着珍珍肉嘟嘟的小手：“珍珍，以后我就是你的爸爸，好不好？”女儿也很认真地回答道：“好，爸爸。”萧泽轩1.86米的大高个，愣是用甜腻的声音答应个“哎”。得到这一声回应，女儿满足地笑了。父母疑惑的眼神在我和萧泽轩之间来回打量，空气中似乎都有那么一丝尴尬。叔叔、阿姨，我和曼曼有点事要谈，不介意我借用她一下吧？我爸不介意，你们去吧。我妈，曼曼，别担心孩子，有我和你爸呢。出了动物园，路边有卖炸洋芋的摊子，我忽然很想吃了，不知怎么就脱口而出：“萧泽轩，我想吃炸土豆。”好，他和老板说了几句话，坐在了我旁边。我喝了口水，不自然咳嗽一下。孩子的话你别放心上。他很认真地问我：“什么话？”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：“你是真糊涂还是装不懂？就是他叫你爸爸的事。”曼曼，我刚刚说的话是真的，别逗了。我掏出手机，难道是我记错了？今天是愚人节。一双骨节分明的大手附在了我的手上。曼曼，我是认真的，罗辉旭不在了，让我来照顾你和珍珍吧。我甩开他的手，并没有接受。我确实曾经喜欢过他，但被他拒绝，也不至于要一直缠着他。我宁愿他把我当作陌生人，都不能接受他的同情。可怜，施舍。他固执地牵回我的手。曼曼，我们已经错过一次了，给我个机会，让我照顾你，好吗？我掰开他的手，有些疑惑。错过？萧泽轩，你管拒绝我的表白叫错过？你还想让我再难堪一次吗？萧泽轩是我朋友的朋友，大学经常一起吃饭，久而久之就熟悉了，互相加了联系方式。他虽然外表冷漠，可内心很火热，
和他聊天中发现我们很多爱好是一样的。认识1年后，在大3那年，我终于鼓起勇气给他发消息表白，得到的只有一句：抱歉，我不喜欢你，希望你别来打扰我了。我当时气急败坏，拉黑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。周末朋友叫出去吃饭，只要有他，我都会借口有事不去。再后来，我喝醉酒了，稀里糊涂就答应了罗辉旭的表白。酒醒之后，我跑到罗辉旭宿舍楼下，想和他说清楚，谁知竟碰到了萧泽轩。罗辉旭提着行李箱从楼道里出来，罗辉旭跑上来拉着我的手：曼曼，泽轩要出国了，他知道我们在一起，可高兴了。泽轩，是吧？我忘了甩开罗辉旭的手，整个人呆愣地看着萧泽轩，几次想开口挽留，可话到嘴边就成了：是吗？恭喜你，希望你在国外找一个美娇妻。我已经忘了他当时的表情，只记得他给我说了一句：祝你幸福。给罗辉旭说了一句：曼曼是个好女孩，好好待她。萧泽轩走了，彻底的远离了我的世界，错过那次机会。后来罗旭辉再没给我开口说分手的机会，那时候他对我很好，久而久之，我真的和罗辉旭谈起了恋爱。在他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下，我彻底的把萧泽轩埋在了心底。一道惊讶声打破了我的回忆：什么表白？我没有收到你的任何消息啊！我用力挣脱萧泽轩的搂抱，掏出手机，点开聊天界面：你自己看。2018年6月20日晚上10点，我给你发的消息。他慌忙接过手机翻看：怎么回事？我没有收到你的消息，我也没有回过你消息。你看。他拿出自己的手机递给我，我用颤抖的手接过手机：没有，怎么会没有我发的表白消息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谁把我发你的消息删除了，还假冒你拒绝了我？我和他面面相觑，忽然我想到了一个人：罗辉旭。罗辉旭。萧泽轩和我同时说出了一个人名。罗辉旭和萧泽轩是室友，也只有他能在那个时间段接触萧泽轩的手机。萧泽轩沉思了一会儿，咬牙切齿道：当天我身上全是奶油，洗了很久的澡，出来就看见罗辉旭神色慌张地拿着我的手机，说是不小心把我手机碰掉了。想起我和萧泽轩的遭遇，就忍不住破口大骂：罗辉旭这个杀千刀的，活该他遭报应。萧泽轩把我搂在怀里：对不起曼曼，你把我拉黑了，还开始躲着我，我以为你是讨厌我。后来更是听到罗辉旭说你们在一起了，我心灰意冷下就出国了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知道在他怀里痛哭。嘿嘿，两位，你们的土豆好了，还要吗？我不好意思地推开萧泽轩，不敢看老板。萧泽轩笑了一下：要，麻烦放桌子上，曼曼吃吧，这是你的，生脆、糖醋麻辣，多加折耳根。我坐下感慨一句：你还记得我的口味啊？你的一切事情我都记在心上。虽然我们解开了多年的误会，并且我对他还有感觉，可是我还有顾虑。我咬着筷子，忐忑地开口：你这次回来还会走吗？他握着我的手：不走了，我们已经错过了那么多年，我不忍再和你分开了。我的嘴角忍不住地上扬：这么多年你就没有谈恋爱吗？我的心被一个叫韩曼曼的人填满了，再也容不下任何人了。我和萧泽轩误会解除在一起了，父母知道我们的事，只给萧泽轩说了一句话：你父母不介意曼曼丧夫带着个女儿，我们就没意见。萧泽轩就带着父母上门了。萧妈妈亲切地拉着我的手，给我套了个满绿的翡翠手镯。曼曼，这是我们萧家的传家宝，你们的事我和他爸没意见，
今后你们两个好好过日子就行了。说完又把珍珍抱了起来。奶奶的孙女真乖，这是爷爷奶奶给你的一点心意。我依偎在萧泽轩怀里。泽轩，我感觉好不真实啊，像是做梦一样。慢慢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我疑惑地跟着他下了楼，走了没几分钟，他停下来。你带我来这干嘛？有惊喜给你。别急，闭上眼跟我走就行了。我听话地闭上了双眼，在他的搀扶下七拐八扭，上电梯，下电梯，听到了钥匙开门的声音。来，抬脚，到了，睁眼吧。什么呀，这么神秘？我不敢置信地打量四周。我和萧泽轩站在一个由红玫瑰拼成的心形里，周围墙上贴满了我的照片。萧泽轩单膝跪地，左手捧着束红玫瑰，右手拿着个大钻戒，喊曼曼，我爱你，请你嫁给我吧，余生我会用生命守护你和珍珍。我感动得泪流满面，接过玫瑰花，我愿意。他拿出钻戒，戴在了我左手中指上，并虔诚地亲吻了一下我的手背。曼曼，我们终于在一起了。我和他在满屋的玫瑰花里拥吻在一起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我都要缺氧了，他才放开我。曼曼，我带你看看今后我们一家三口的家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喜欢，很喜欢。萧泽轩在我父母的隔壁小区买了这套房子，全款，写的我的名字。我问他，你就不怕我是图你的钱？他答，只要你需要，我的命都可以给你。我和萧泽轩选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领证了。之后我们一家三口搬进了新家。萧泽轩主动把珍珍的名字改姓了萧，除了那层血缘关系，珍珍和他如同亲父女一样。萧爸爸、萧妈妈一家在市里，并不远。我们约好一个周末去我父母家，下一个周末就去市里陪公婆。两家还经常在一起吃饭，双方父母相处得很融洽。5个月后，我怀孕了。萧泽轩看到我拿给他的验孕棒，直接激动地抱着我哭了。曼曼，谢谢你。珍珍也很高兴，马上就要有一个妹妹或弟弟了。周一把孩子送去幼儿园，萧泽轩带我去妇幼保健院做孕检。没想到医院大厅里3层外3层挤满了人，几个大娘在八卦，造孽啊！盼了10个月的孙子是个傻子，可不是吗？不过也怪不了医院。我听说当初检查就有问题，让孕妇做什么羊水穿刺，可家属婆婆不同意，还骂医生黑心肝，净想着赚钱，这不是胡闹吗？来了医院就要听医生的话。听说这孩子爸爸死了，妈妈把他丢给爷爷奶奶，也跑了。我正在唏嘘那个可怜无辜的孩子，一道刺耳又熟悉的声音从里面传来，我不管，就是你们医院的错，赔钱，必须赔200万。怎么那么像钱婆婆的声音？我踮起脚尖，透过缝隙，终于看见了里面的情况。罗母抱着个孩子躺在地上撒泼打滚，罗父一脸颓废地蹲在一旁，一个头发凌乱，脸上有几道血痕的中年女医生愤恨地看着罗母，当初是你签字同意不做进一步检查的，现在出了事反倒怪起我了。我体谅你的心情，不追究你打我的责任，你们走吧。医生离开了，我怀着孩子，怕他们看见我做出什么过激的事，随大流走了。走远了还能听见罗母的哀嚎，我的大孙子啊，怎么就是个傻子啊？我叹了下气，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啊。萧泽轩扶着我，眉头紧皱，曼曼，你没事吧？我笑了笑，没事，只是感慨一下。我不想告诉他那是罗辉旭的父母，对我来说，他们已经是不相关的人了。我不想让他们打扰我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。罗父罗母有一套房子，
还有退休金，只要节俭一点，日子还是能过下去的。检查结果一切正常，我的日子终于步入正轨了。可半个月后，我居然又收到了法院的传票，起诉人是罗父和罗母。出庭当天，萧泽轩陪我一起去的，要不是隔着桌子，罗母恨不得冲上来活撕了我，韩曼曼，你个歹毒的小娼妇！要不是你，我的大孙子也不会出事。我诅咒你不得好死！我才是怒了，要不是罗辉旭那个死渣男，我和萧泽轩也不会错过这么多年。现在他父母三番两次扰乱我的生活，还往我身上泼脏水，老虎不发威，当我是病猫啊！到了这种时候，我已经不想再讲什么尊老爱幼了。罗淑娟，说话要讲究证据，拿不出证据我就要告你诽谤。他的大孙子出事关我屁事，医生都说了，就是孕期吃了不该吃的东西，所以孩子生出来才是个傻子。周姨孕期吃的补品全是在你卖给他的，我白眼都要翻上天了。请拿出检验报告证明你孙子有问题是吃了我卖的燕窝，不然就是诽谤。我们公司卖补品可都是经过国家检验过的，绝对安全可靠，连我自己现在都在吃，怎么可能有问题？还要什么报告？我的大孙子就是最好的证据。罗父抱着襁褓，对庭上的法官扬了扬。法官无奈地摘下眼镜，揉了揉眼睛。原告，请拿出实质的证据。罗父和罗母互相看了一眼，最后瓮声瓮气地说出一句：没有。我却笑了，他们拿不出证据，可我有啊，法官，我这有证据证明我是清白的。我从包里掏出一堆材料以及一张照片交给主审官，资料有周姨整个孕期的产检报告，以及我卖的产品的检验证明。韩曼曼提供的证据证明了他所出售的产品是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。对于法官说的话，罗母并不认可。不可能，我儿媳妇整个孕期的衣食住行都是我安排的，不可能有问题呀！我哼笑一声，看来周姨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啊。罗淑娟，周姨怀孕2个月的时候生过一次病，扁桃体发炎了，去诊所输过抗生素，还背着你们偷偷抽烟。这些资料都是开庭前萧泽轩去调查的。我好心地把资料给了一份给罗父，两人急忙拿着翻看。半晌，罗母脸都黑了，小贱人害我孙子啊！叫他忍一下不吃药，他居然背着我去输液，还偷偷抽烟。我本想告他们两人诽谤罪，可是一想，他们要是进去了，那个痴傻的孩子怎么办？最终还是放弃了。就在法官要宣判结果的时候，罗父居然开口了：韩曼曼，怎么说，我们也是你的公婆，你必须要赡养我们。这样吧，每个月给我们5000元。我听到这话，忍不住大笑起来。我建议你们多学学法，儿媳妇没有赡养公婆的义务，是吧？法官，依照法律规定，丈夫去世后，妻子没有赡养公婆的法定义务，但从道义上来说，应予以照顾。罗母听到这话，仰着头，得意地冲我一笑。韩曼曼，听到法官说的了吗？记住，每个月按时打5000赡养费给我们。我也冲他笑了笑了，不好意思，我没道德，我就是不给，还想我付赡养费，吃想吧！眼看拿我没办法，罗母气急败坏地吼出来：法官，我儿子的女儿，我的孙女总有了吧？正常情况下，孙女是没有的，但是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、外孙子女，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、外祖父母有赡养义务，这可真是阴魂不散啊！罗淑娟，我女儿才3岁，只要你们能活到她大学毕业上班挣钱，
我不反对他拿钱养你们。两个人气得满脸通红，不停摸着胸口喘粗气。法官，请问我们可以走了吗？得到法官的允许，我和萧泽轩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罗父有糖尿病加高血压，罗母也有风湿病加高血压。怎么看怎么觉得他们不像是长命的人。坐在车上，我忽然口水分泌。萧泽轩，我想吃炸土豆。遵命，老婆大人。回家我立马做，生脆、糖醋麻辣，多放折耳根。好，冲冲冲！我们坐在车上，迎着艳阳，驶向美好的未来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。